老师都很认识，他是我们协会的前会长，很多年的会长，然后他有丰富的拍摄跟制作视频的经验，所以今天就是请他跟我们讲讲怎样制作，然后有大家有什么疑问，最后可以问。伟刚老师他就是我们昆士兰协会的评委之一，然后他也是奥华家园的独立制作人，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奥华家园的一些视频作品，就是帮助华人社会就是华人融入这个澳洲社会的，然后讲一些华人的奋斗故事，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那现在欢迎伟刚老师欢迎。谢谢苏他讲的奥华家园呢，奥华家园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目，因为我们讲述华人的故事嘛。讲述华人故事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值得讲的故事都把它讲出来，对大家是一个激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向主流社会讲一讲我们华人的成就、华人的贡献，对吧？所以我们每一集都争取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这个活动呢，这个东西意义是真是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流量比较低。这里头有很多原因了，对吧？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喜欢看那种短平快的，对吧？幽默的、好玩的，对吧？看完了以后根本都不用记的那些东西，赶紧划下一个，对不对？都是看那种东西，所以这种社会意义比较，所谓社会意义比较大一点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关注量不是特别高，所以的话呢，大家能帮我们传播，就是点赞。欢迎我们洪玉会长啊，洪玉是刚做完手术，他也过来了啊。谢谢大家。今天算正式归队了。正式归队了。比上次来。这个呢，题目呢是临时定的，一开始呢，本来是 Tina 来讲的是吧？Tina Dial。不是苏戈登来讲的，他换了时间。他3台不行，所以他就换到礼拜2。换到礼拜2了，然后呢，苏就跟我说：“哎，你讲吧。”我说：“讲什么呢？”他说：“讲视频。”所以这个时间也比较仓促，他让我讲到今天的话，也就是几天时间，不用，我觉得可以了啊，谢谢。然后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吧，完了以后还有其他事情嘛。谈谈视频创作，你一堂课你也不可能讲很多，对吧？主要是把我的经验分享。以后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再讲嘛，对吧？其实我希望大家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协会啊，我知道有那个喜欢拍视频的，但是呢，好像还是不成气候，对吧？还是就是拍不起来，有个什么谢谢老兵。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东西啊，好像还是拿不出来，就是说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力量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建立起来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去拍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合作，分工一下，你拍这一边，我拍那一边，对吧？你或者怎么样，你剪辑我剪辑这一部分，这不力量不就强了吗？就是说可以成我就一个是准备时间比较仓促，第二个呢，我也确实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怎么讲。你看我这个第一句话我就说欢迎随时提问，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想知道什么东西或者想讨论什么东西想聊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去聊那一方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对我来讲就比较容易一些。确实这几天呢，我也确实想了想，也准备了几点吧。完了以后呢，我再通过这个实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最大的这个感慨是什么呢？就是说新时代的视频。什么叫视频呢？实际上它就是影视嘛，对吧？这个词儿的话，现在是已经没有界限了。它的制作的特点。要知道新时代的特点的话，我们先看看就是说旧时代的特点。其实旧时代还没有过去。你比如说，那是我第一次上了一堂课，就是说老制片是怎么制，你知道吧？写稿子要多少万，改成这个剧本要多少万，这个什么多少万，你要没有200万，你没办法开机，它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出去都是团队，对吧？你看外面拍一个活动好，
我拿个相机，我甚至拿个手机就是拍开了，一个人就拍开了。你看他们那个团队，对吧？拿话筒的拿话筒，拿那个相机的拿相机，采访的采访，对吧？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新时代呢，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一个人拳打脚踢，从写稿、拍摄，对吧？到制作。什么东西你一个人就一个就可以完成，这就是新时代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它基于什么东西呢？基于这个科技的发展。你现在手机就可以拍，掏出来就拍。现在的这个制作软件，那以前是没有办法比的，对吧？那么从流程上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它叫 indie filmmaker， 中文原来也有一个词儿叫独立制片人。但是他这个 indie filmmaker 和原来说的那个独立制片人还不太一样。他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拳打脚踢的，他叫 indie filmmaker。那我拍东西我都是怎么拍呢？以前拍东西都是要计划好，写好脚本，对吧？然后你哪怕出去拍，你像我那天拍那个游行，他也要我这个集会怎么拍，对吧？我这个游行怎么拍啊？小张拍哪一块，我这个老李拍哪一块，对吧？他要把它这样先计划好，然后按这个计划去拍，甚至后来按计划去剪，这样的。那我们这个现在完全是倒过来的，完全是倒过来的。我就先去拍，我就去了就拍，拍了以后收集很多素材回来。回来了以后，我看我有这个，就像买菜一样的都买回来了，对吧？你也不知道菜市场有什么东西，你不像那个大宴席啊，大宴席他想好了他要做什么山珍海味，他就去买那个菜回来做。我这个菜市场有什么我就买什么，买回来了以后，我说这个可以炒一个这个，那个可以炒一个那个，这是倒过来的，是反过来的，对吧？你比如说音乐，他的音乐，我要。这个音乐要悲壮，对吧？要感染力强，要大概15秒，对吧？然后我要换下一个音乐，好，交给专门去做音乐的人去做，然后交给这个 band 去演，然后就去录。你看这搞一趟下来，你们确实要几十万的，对吧？你没有几十万确实不行。那我们呢？我们音乐根本就没有，又到菜市场去买，到哪去买啊？这个网上它有那个可以会员的，你可以加入这个网站的。音乐也有，是视频素材也有，照片素材也有，甚至包括一些 template 都有。你比如说我去拍那个游行，我大概我知道我想要这个音乐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进行曲的那种气氛。你大概给他一些搜索的一些条件，然后他哗给你出来一些，然后你就听一个一个听。就是说你做一个片子之前呢，选音乐啊，大概要花1半时间吧。就是说在选音乐上面，你有你的想法，但是你在听的过程中间突然发现这个音乐很不错，我没想到，对吧？但是这个音乐我觉得我可以用到什么地方，所以的话呢，这个流程呢它是倒过来的。但是我不是说一定我们大家都要倒过来，或者倒过来就一定是对。但是呢，这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是很想再倒过去的，我想拍个电影。你拍电影就不一样了，我设计好的，对吧？我一个镜头，一个蒙太奇，几个镜头下来，我想好了以后，我就去拍，让演员来演呢，演了一遍没拍好，拍第2遍，拍第3遍，一直把那个镜头拍好了，这个镜头拍好了，然后一剪到一起，按我的这个设计把它剪到一起，这电影就出来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拍视频，对吧？很简单，就是讲故事，抒发感情。这跟我们拍照片是一样的，那这个里边就有情感2个字在里边，对吧？我以前给那个作协讲过一次，就是叫什么题目来着？诗歌的快门与光纤，完全不同的艺术，但是它是相通的。它都是为什么是相通的呢？都是捕捉感情。都是捕捉你的感情，你内心深层的这种感情。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拍照片也好，拍什么东西也好，必须得就是说你有所感动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感动，你怎么用你的作品去想感动你的读者，对吧？这就不太可能了，对不对？自己被感动的东西才能够打动别人。
所以呢，这一点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他也是每个个人风格的这个发源地，你知道吧？每个人他有不同的这个世界观、不同的三观，然后他的这个最后他出来的风格也不一样，对吧？那我先讲一讲拍摄啊。拍摄的先讲设备，设备的话呢，出门的话呢，我现在最爱的就是这3样东西，一个是无反相机，一个是我的这个手机。你看这个手机这个型号根本都不是旗舰型号，就是中流的型号，但是它那个拍出来的东西啊，真是令人惊叹的。拍照片的话不敢说了，就是拍视频的话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是 Osmo Pocket 3，是那个大疆的。我买了以后用了几次，但是用的不是太多。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主要就是这2样，对吧？我要带了这个我就用这个，我要没带这个我就用这个，这个始终在口袋里面，对吧？我有的片子整个都是拿这个拍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拍的。然后你看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看得出来啊，这手机拍的质量不好了怎么样了，对吧？没有的。手机的那个视频它有时间限制，有时段限制，它只能拍一定长度吗？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你平常拍摄，你不可能拍很长，对吧？你也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就像你拍照片一张一张的拍一样的，你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但是你要像现在这种录，那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很多佳能啊、索尼啊一些相机啊，它拍视频啊，它不能超过29分钟，29分钟它就自动它就停掉了。所以你买相机的时候，你要想干这种活的话，你觉得一定要查，就是要超过29分钟。像我这会拍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卡够，对吧？我接的是那个电源，是墙上的电源，所以电池也不存在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热了，你比如说索尼发热发的太厉害了，那就不行了，对吧？然后这个设置，就是说我讲了设备的话，然后讲设置。那么最后成片呢，一般都是1080p，就是1920乘1080，横1920，高是1080。帧率呢，一般来说，现在30用的比较多。啊，你看那个 YouTube 上面好多都是30，但是我是一直在用24。以前电影都是24嘛。那么这个呢是基本设置。但是呢，我一般不用这个基本设置，我用什么呢？我稍微高一点，解析度呢，我用4K。4K 是什么概念呢？1080p 呢，比如说是这么大，对吧？4K 的话呢是4个那么大，对吧？2倍宽，2倍高，4K 是那么大。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用处其实是相当的大，就是说。你4K 回来以后，就像你那个高像素的照片一样，你可以裁剪，对吧？我本来是一个静态的画，比如说我那个东西拍出来是个静态的画面，我能把它拍出一个 panning 出来，把它剪出一个 panning 出来，对吧？我从这一头拍到这一头，对吧？所以你这个就余地就大了。同样，我把帧率放到60，对吧？加上现在的软件，你比如说60帧，对吧？你放进去，你想要120帧。它那个现在的这个 AI 啊，它能够往里边插这个帧，这个帧不是说是把1帧变成2帧那种简单的插，它是把2帧之间，它根据这一帧，把中间那一帧帮你创造出来，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使得它更加的丝滑。那么我60的话，我补一补弄一弄能到120啊，对不对？那就是那慢动作就很漂亮了，对吧？那慢动作很难。但是你要30，你要补到120的话，就那差太多了，对吧？差太多了就不自然了。所以呢，我的设置呢，我就固定了，我就不换来换去了，就是 4K 60帧，对吧？帧率是什么东西？帧率就是每秒钟多少幅嘛。就是每秒钟多少幅嘛。你比如说，你以前看电影那个胶片电影，你知道吗？对吧？那胶片电影从那个电影机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走嘛，就是说它1秒钟放多少幅，这样的话就是说，迷惑你的眼睛嘛，你的眼睛就觉得它在动，对吧？就是这样的。快门速度的话呢，我设到100，它有一个180度定律。这个180度定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
记它，或者是这就是严格的遵循它。但是呢，他们总结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帧率如果是60，就是说是理想的这快门速度啊，是它的1倍。那么60的话呢，我就相机上面是100，我就放到100嘛。你用120放120也可以，对吧？如果你用的是30的帧率，那你这个快门速度放到60。它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说在这种所谓的180度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在动态的情况下不会太生硬，它有一种动态模糊过渡，就是让你看的这个动啊看得更自然。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如何拍摄？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总结了这么几点。首先，你拍的时候呢，你比方说，我还是拿那天我们去拍那个劳动节游行。劳动节游行，其实我是知道是什么个形式，我都知道，我以前拍过好几次。但是我以前的话呢，拍的呢都是照片儿。结果那一天呢是游行的头一天，李超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明天是游行，去不去？就这么几个字。我想这游行又来了，我说你去我就去，然后他就再没回我，你知道吗？然后一直到晚上到夜里了，然后再说你到底去不去？然后后来就说去吧，去了以后我还没想拍视频，然后我到了现场以后，我说我前几年拍的那个照片我自己都不喜欢，对吧？我再拍好像也没多少意思，对吧？就是那些喊口号的特写镜头啊，游行的大场面啊，你拍来拍去还是那些东西。我说我今年我来拍个视频，我就临场就改变了想法，就拍一个视频。那么你去了以后拍视频怎么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怎么选择你的镜头？这个呢，我第一点想要讲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设想你的镜头的用途。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养成的一个修养嘛，一个习惯嘛。就是说，跟你拍照片是一样的，你呢要能看到画面，对吧？你要能看到画面。你比如说我那天拍那个游行的话，我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呢？底下是那个红旗招展，它也不是红旗，有很多黑旗，你知道吧？然后那些人在那儿，很壮观的，对吧？然后他们身后是一栋楼，很高很高的一栋楼，楼上面是这个云。那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人，游行的人海、楼和云。那我脑子里边马上想到，哎，我说这个镜头我可以用作收尾。什么收尾呢？我对着人，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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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上去，他把那个音乐慢慢的这个，甚至最后就是那个淡出，对吧？渐暗叫淡出，字幕出来。那你脑子里边就想到了，我这个镜头可以用到收尾，对吧？那我就按照这个要求我去拍，就是说最后你剪辑的时候呢，有各种不同的地方需要什么样的镜头，你这个脑子里边呢大概要能反应比较快一点。第二个的话呢，我就想讲这个蒙太奇，电影语言它的精髓就是蒙太奇。什么是蒙太奇呢？蒙太奇其实就是 montage， montage， 你要讲英文。对吧？这个词一点都不神秘，对吧？比如说你们家中学的小孩，你女儿、你儿子墙上挂一个板，然后好多照片放到上面，对吧？那个东西就叫 montage， 对吧？就是几组镜头放到一起讲一个故事，这叫蒙太奇。怎么讲呢？你比如说，我从家里边今天早上开车到这儿来，对吧？我下车，我进入这个房间，我开始讲课。比如说4-5跟着我拍，一路拍过来，你不可能这半个小时你都拿出来做一个电影放啊，当然那人家都不看了，都跑掉了，对吧？所以你必须得上车一个镜头，对吧？开车一个镜头，有了开车镜头，然后窗外还有一个镜头，对吧？反映这个开车，对吧？这个情况，然后下车又一个镜头，然后到了这里，唰，人往里边走一个镜头，然后我往这一站开始讲又一个镜头，可能就4-5个镜头。把这个故事全部讲清楚了，对吧？谁也不觉得里边少了什么东西。你刚才开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过来了，对吧？不可能的，他就一下就跳过来了。所以这种镜头把它接起来讲述一个故事，这个东西叫蒙太奇。那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要想到你编辑的时候去讲一个故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拍那个新年，那个做饺子。对不对？那个谁，小红摘韭菜，
切韭菜、包饺子，对吧？2个镜头、3个镜头就能讲一个小故事，你知道吧？就说是，但是你光拍了一个摘韭菜，完了下边没了，你要放别的东西去了，对吧？你就显得很乱，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是蒙太奇。然后的话呢，这个 B-roll 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苏给我从一路拍过来拍我，对吧？那么我是主题，我开车他也开了，我开方向盘他也拍了。这时候他不拍我了，他转出去拍窗外，那个车开歘歘歘，那后边树往后倒，对吧？他拍窗外，这个东西叫 B-roll。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渲染主题的这个活动，对吧？他在做什么事情，它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你出去拍，除了主题之外，不要忘了这 B-roll 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礼拜天我刚拍了一个 panel talk， 就是一个座谈会的一个小场面。那除了这个座谈会这个主题之外的话呢，他们中间放的一个小茶壶啊，还有一个花瓶啊，这些细节啊，你都给他拍一点。这些素材拿回来你就可以用啊，对吧？他们讲着话呢，你把他那个环境放一放，对吧？也是，这些东西就叫 B-roll。衬托主体的素材。对，非主体的这些素材啊，非主体的素材啊。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以其他的故事来渲染主题的故事的一个其他的故事，其他的。它不是故事，它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故事的一部分。supporting element。啊 ，supporting element， 哎，你比如说，一个人在森林里边走，对吧？你拍的他是主题，但是这时候你得边上出来一个小松鼠，对吧？好像是跟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描写了这个环境。然后呢，就是拍摄的时候比较注意的什么呢？是景别。什么叫景别呢？就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对吧？就是这么几个嘛，对吧？你注意都拍，不要老是拍特写，或者是老是拍全景，对吧？你剪辑的时候啊，你要这样交叉着这样往里面放啊，大家看着就比较舒服一些。你要是全都是那个远景，那人都那么小，那你看着就不过瘾嘛，对吧？就拿游行来说吧。一个大场面，然后一个中景，一个近景，对吧？甚至一个特写，那个愤怒的人，对吧？这样的话，一点一点把你引导到那个主题上面去，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力量，而且满足了这个观众的这个想知道细节的这么一个心理，对吧？同时也交代了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场面。那么在拍摄的过程中间还注意什么东西呢？就是运用摄影知识。这一点的话，我们摄影爱好者就是比较占优势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摄影，那你怎么构图啊，对吧？啊，色彩啊，是吧？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啊。这是在拍摄方面，对吧？希望对大家有些启发了。再讲讲剪辑。剪辑的话，我要讲剪辑软件呢。剪辑软件的话，我以前用的一个叫做 Video Studio，Video Studio 那个后来我就不用了，我就改用达芬奇了。达芬奇的话呢，这个软件呢，其实我是极力推荐，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都是用它剪的，所以它是专业级的这个剪片，大概也就是几年前吧，也就是4、5年前还是几年前，我也忘了，他把这个软件呢，就突然呢就对公众开放了，就是免费，大家可以用，哎，很厉害的。它有一个免费版和一个 Studio 版。免费版的话和 Studio 版，它也就是功能可能也就差个10%，可能5%、10%，这差一点点。那么现在 AI 出来了以后，可能功能稍微差得多一点。对于我们一般的剪辑来说的话，是完全够用，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买的是那个 Studio， 就是我花钱买的，而且买其实也不贵，就几百澳元，然后你一次性的，你就一辈子用，对吧？它给你更新，对吧？所以何乐而不为之呢？很多非常好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这个人的讲话声音后边的噪音太重了，比如说你在马路边上去采访一个人，那后面车哗哗哗的声音，它能给你清除的干干净净的。哎，那个现在真是不可思议，现在这个 AI。免费版跟 Studio 的差别是吗？对，它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差别了。
现在的话呢，其实剪辑软件是群雄并立啊，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剪辑软件。这个 Adobe 的这个 Premiere Pro 很多朋友一直在用这个也是专业级的这个软件，我是没有用过了，是因为我一直是抵制这个 Adobe 的，所以包括 Photoshop 我都抵制。然后这个 Final Cut 是一个专业级的这个软件，但是它好像只能在 Mac 上面用。这个呢是属于专业级的，然后在这个又好用又这个功能又强的，我就随便抓了2个，一个叫 Filmora 现在是非常火的一款软件。它因为火在哪里呢？第一，它好用，容易上手；第二，它的这个 AI 功能啊，只要现在是最先进的能上的，它都上了，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你给他一张照片，他给你做出一个照片里面的人能动，你知道吗？它没有中文的是吗？只有英文？好像有中文的，好像可能有，就是说里面文字可以选择嘛。然后呢，这个剪映呢是中国的这个产品，也是一直是呼声非常高的，这个功能特别强，它也有很多这个 AI 的东西在里边，但是呢，它这个稳定性不是太好。怎么讲呢？它很多功能啊，让大家用了以后，他马上说他要收费了。他说这个功能不给你了，他要收费了。因为你除非你的软件好到变成我的主打，否则我不会去买你的，对不对？我就试过几次，后来就没怎么用它了，那个 Filmora 是免费的吗？还是收费的？它有免费版，有收费版，你可以试一试。手机版吗？还是叫电脑的？好像没有手机版。达芬奇好像没有手机版，我知道那个 Filmora 我知道了。和剪映是这个有手机版。这是软件，我再加速一点啊。辅助材料就是在剪辑的时候啊，你会用到很多辅助材料。其实我前面也讲过了，第一个音乐的话，选音乐要花很长时间。这个选音乐的话呢，就是关键要靠你的感觉。你今天去拍了。你被这个环境感染了，你也拍回来了一些镜头，你也大概看了看，这个时候你肯定有想法了，对吧？你肯定有想法了，你有想法了以后，然后你就带着你的这个想法，你去找音乐。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你找音乐你就乱找了，对吧？除了找音乐的话呢，有时候还会要找一些这个视频素材。也是从那个 stock video 里面去找视频素材的话，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拍那个包饺子那个片子，前面的一段是那个战争片，那些镜头我全都是从那个stock video 里面挖出来的，对吧？我也不可能去拍那些东西，我也没地方拍，也没人给我演，对吧？还有一个声效。我一会还是用那个包饺子那个片子给大家讲声效，我其实里面用到声效有和没有，对，就是说你这个片子专业不专业，有时候就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观众听不出来，你一开水龙头，哗，水出来了，并不是你当时拍的时候录下来的，当时拍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听的哗哗的水，对吧？是你最后加上去的，但是观众他一听他就很自然，对吧？他的视觉和听觉整个全部都调动起来了，不仅仅是视觉，你知道吗？文字和 AI 的应用我就给它结合起来了啊。文字的话，你写你比如说你拍那个游行，对吧？你最后要整理成文字嘛，对吧？你要讲一个故事，对吧？你讲故事的话，你得讲一讲这个澳洲的这个公运的历史啊，对吧？工党的历史啊。你就要文字了嘛，你就把它整理一下嘛。这种文字的话呢，视频用的文字就不像你写文章，你要写个7000、8000、上万字的，你这个视频的文字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是吧？大概就那么几行就够了，就把这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这时候 AI 就可以帮助你，然后呢，你肯定要做这个字幕，做字幕的话 AI 也可以帮到。这个我今天不讲太多了，以后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再专门讲某一个方面。做一个视频，你要有一个总体的思路，你想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对吧？这个故事里边又有它的节奏和段落，就是说从一段到另一段，它有一个
转成几何吧，是这个词儿吧？转成几何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段落和一个段落，对吧？然后你要想如何开场，如何收场。开场很重要，能把观众吸引住，对吧？现在的就是通俗的这种视频制作方法，开场它就用一个叫钩子，把你给勾住。就是然后你就往下看，对吧？其实我们倒没有专门去想那个钩子，但是我就想制作的怎么样更艺术一些，对吧？那么收场的话呢，和这个开场呢，往往呢它是会对应起来的，就是说是这个，就像你写文章一样的嘛，对吧？那么总体思路里边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情绪的基调，这是我自己起的这么一个词儿，一个名词儿，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个片子的情绪啊，决定了你选取什么样的这个音乐，对吧？你的这个明暗怎么样，色彩的调整，它的这个节奏，甚至它的转场怎么样利用，都是这个建立在你的情绪的这个基调，在这个基调基础之上，你来把这一团面把它揉成一个做包子也好，做什么东西也好，对吧？剪辑的这个手段，蒙太奇我讲过了。我们讲剪辑什么意思？就是你拍的片子，把它一段一段的把它接起来，其实就成为一个视频一个片子嘛，对吧？当然你拍的素材不可能全部用，这是第一。每一个素材你也不可能从头到尾的用，你只是选其中的一点，对吧？但是你每一个素材你选了一点，这个素材选了这个素材，然后你把它们要放到一起，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剪辑。最简单的剪辑就是这个叫硬切 straight cut， 对吧？这个素材和这个素材就这样，一放到这儿马上就到了下一个素材，这个叫硬切，对吧？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叫叠化，就 cross dissolve 就像那融化了一样，对吧？从这个素材慢慢融化到另外一个素材，表现你的这个情感呐，这个浪漫呐，这种时候你需要这种东西。转场的这个我用的99.9%就这两个，一个硬切，一个叠化，就用这两个，其他的我都不用。前一个镜头唰把后一个镜头推掉了，或者一转出下一个镜头出来，那些东西我从来都不用。为啥呢？你花里胡哨，你就影响你讲故事了，对吧？你转场转得好的话，它是有助于讲故事，而大家也注意不到。还有一个叫淡入淡出，对吧？淡入淡出就是淡到白或者淡到黑，对吧？都可以。就是说，往往最后就是慢慢越来越黑，就全黑掉了，对吧？这叫淡出。那我前面讲这个剪接的话呢，有一个叫跳剪。你比如说，我拍一个镜头，那个人从老远的走过来，对吧？他中间我删掉了很多，他就唰一跳到这了，他跳到这了，唰一跳到这了，这个叫跳剪，对吧？这个。然后呢，动作切换，从一个动作切换到另一个动作。你比如说一个人拿起一个斧头，对吧？要砍，对吧？你不要等他砍完了你再切换，就是半张腰的话，你就切到那个斧头砍到那个东西的那一块那个特写，对吧？唰一下，对吧？这个两个镜头接起来了，这个动作的切换在动作中间去切，不是在动作之前或者动作之后。这样的话呢，它就是连贯的，画面的这个调整、裁剪 （cropping）， 裁剪，你看我拍 4K， 对吧？就可以裁剪了，你可以随便裁了，对吧？甚至可以缩放、平移，什么的推拉摇移都可以了。防抖处理，你拍的 4K 防抖处理也好一些，对吧？因为防抖的话，电子防抖就是后期防抖的话，它是在牺牲画幅的情况下把它调整的，对吧？你本来你这个画这么样晃，它把它跟着它晃的话，然后切小一点，跟着它晃的话，这不就把它晃就解决了吗？它这个靠这个，所以的话，防抖处理的话 ，4K 也有好处，对吧？速度调整，对吧？因为我拍的是60，我可快可慢啊，我要快也可以，我要慢也可以，对吧？速度调整。慢的话，往往就是说是在这种表现情感方面嘛，有时候是很有用处的，对吧？这是画面的调整。音频和视频的这个错位的这个手法，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不注意这个，叫 J cut 和这个 L cut。什么叫 J cut 呢？
你在时间线上看，这是视频，对吧？每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音频，对不对？你这个镜头和这个镜头两个镜头，你是直接过渡过去，那个叫硬切，对不对？这个 J cut 呢是什么呢？我这个音频呢先进来，视频还没进来，我音频进来了。那你看这个像不像个 J 啊？这个形状像个 J 对吧？像个 J。然后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这个镜头还没完呢，下个镜头的音频已经进来了，就是让你的耳朵先做好准备，对吧？甚至是期待，就是下个镜头到底什么东西？这个人开始讲话了，对吧？是什么东西？它是这样一个技巧，就是剪辑的一个技巧。这是 J cut。那 L cut 的话正好是相反，就是出来的时候，画面已经没了，但是呢，声音还留在下一个场景的里边，但是很短了，不是说留很长时间了。音桥 ，sound bridge。我用过几次，用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就是说，一个镜头和另一个镜头之间，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音乐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反正就是把这两个给连起来了，你知道吧？这个叫音桥。这个你要用具体的东西说就容易了。你要讲的话，现在就比较干巴。还有其他就是剪辑的一些手段，你包括调色啊、调音啊、字幕啊等等啊，对吧？这些东西，对吧？调色也是很重要的，调色是很重要的。你出去拍的话，你尽量保证你的镜头啊，这个白平衡啊，尤其是不同的机子拍的东西，这个白平衡尽量要这个都差不多，回来你就不会很艰难。一个镜头跳到另一个镜头，这颜色一下差的很多，那你就完了，对吧？人家一看你这就不专业了，对吧？你这个颜色就不对了，对吧？当然还有一个稍微弥补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大概每个镜头的颜色调的差不多了之后，整个的片子然后再整体再调一下。虽然每个片子每一个镜头有一点差别，但是你加一个整体的调的话呢，它就把它往那个某一个方向呢就偏了一点点，就加了一点点那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这样的话呢，好像他们就很统一了。好，下面我们来通过实例来来讲啊，我们好像要把那个灯要关一点稍微啊。Too blue to be true. Good morning, Sydney. Today, we are finally witnessing the new book launch in Sydney, Too Blue to be True. The event is held in the theater of the New South Wales State Parliament building. Currently, a group of 5 authors are boarding the plane and flying from Brisbane to Sydney to attend the event. They are Lan Xiang, Li Na, Liu Xiaoying, Zhang Yirong, and Wei Ga. The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series, Too Blue to be True, which record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will launch its 4th volume on June 6, 2024, at the theater of the 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 House. The opening ceremony will be hosted by Professor Han Jun. 好，这个开场也是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早晨大家起来开始上班，对吧？那种时候，然后你在这个俯瞰这个城市整个的这么一个悉尼啊，这么一个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匆匆上班。你看里边有一个镜头是那个人走的那个脚步啊，对吧？这个时候呢，那个 radio 那个收音机里边就开始讲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怎么地，从布里斯班过来的几个人，对吧？到悉尼来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Blue to be true. Good morning, Sydney. Today, we are finally witnessing. 就是说，以这个收音机里边的这个播音员的这个声音，把这个事情把它讲出来，这个场面呢，就给大家一个很宏大的这么一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想说的呢，就是说前面的那些镜头全部是这个素材，全部是网上找来的。当然，我们现在有无人机，我们都可以拍那种镜头，但是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嘛，对吧？然后这个我就给它快快的过掉了，然后就到了悉尼嘛。慢点，你们一加上套路就可以讲话了，别出了钱。看见没有？他拿着笔下来，蹲下来签字。那么我下一个镜头就是他签字的特写，就是说你拍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意识，
哎，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拍他签字就完了，就走了，对吧？我拍他的签字的这个大镜头以后，我再专门拍一下他的签字的这个特写，对吧？这样的话就顺理成章了，对吧？对。好，这个我快进啊，这是他们这个新书发布会的一些东西。我刚才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段落，就是说你这个故事啊，它是有段落的。那么这个发布会现场这是一段，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从这一段到下一段我怎么去衔接它，是吧？我来给你看这个我是怎么衔接的。王英，还有栗子，还有王松军，这里必须有掌声给我们的义工。这个声音先进来了，你看见没有？这里必须有掌声给我们的义工。然后呢，我就利用他这个唱，然后把它过渡到下一个故事。怎么过渡的呢？大家再看。看出来了没有 ？We are all Australian， 对吧？他是在舞台上的唱，利用这个歌。其实我后来就不是他唱的了，是那个正规的那个歌了，接起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看那些 Australian 上火车啊什么的，对吧？就是接到那儿了。然后你看坐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人了，但是他都是 Australian 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了。好，前面一个故事讲完了，过渡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下边又要过渡到下边一个故事。这个过渡呢就很简单，就是音乐逐渐的转换过去。看见没有？就通过音乐的转换，就到这一段来了。这一段是什么呢？我们去沈家卫家去，沈家卫是那画家嘛，到他们家去参观。他家里有一个像一个很大的那种 art gallery 那种墙嘛，四面墙都是画。蓝翔，李娜，来，谢娜的先生，陈圆圆，圆圆，你好，今天就见到见了。这个镜头的话呢，就是用那个大疆的那个 Pocket 3用那个拍的，那就是拿到手上。它本身它有那个 gimbal 那个叫什么防抖的东西嘛。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音乐呢？因为到他这来了以后啊，他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他画画就是专门画这些东西，他研究真是透。那些苏联的那些所有的那些人物，讲几个小时，他根本都不用打稿子的。哎，那么这个音乐你看见没有？就有那种共产主义的那个意思在里头，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international， 国际的对，这个是那个杜拉格。杜拉格之春嘛。就是杜拉格。这个叫沙特诺斯就是那个我们礼拜六那个沙特诺斯。好，我们就快进啊！我们在那待了3天嘛，最后我们要走了嘛，对吧？义工嘛，让我们非常感动，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很多没有谋面的朋友还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开场的那个音乐又回来了。The past 3 days have been packed with unforgettable activities. And now, as this incredible event draws to a close,
Our authors from Queensland are preparing to depart from Sydney tonight.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bye, friends. Goodbye, Sydney. 好，淡出，字幕出来。英文那个背景音是怎么做的？啊？英文的那个背景音。因为现在 AI 不是很容易吗？你文字转语音，现在这个功能到处都有，很多的。转了以后呢，但是呢，你要想把它做成这个 radio 的这个声音的话呢，你要处理一下。它这个 radio 原来传送的时候啊，它会低音失去很多，高音失去很多，就剩中间一点点，就那么一条。所以你就人为的去把它做一下，就成了这种声音。这个字幕让它慢慢这样上来，是一个 animation。这个的话，你一般的软件都有这个，就是说滚动字幕嘛 ，scroll text。我们现在拍东西啊，都是有意识的去拍的，对吧？但是有时候你就无意识的你就碰到了，对吧？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家里边，突然我就觉得这个门外好像声音不对呀，我就没管它，我还在做片子，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我说还是不对。我就出去了，一看，好家伙，我那个门口摆了4、5辆那个消防车，掏出手机赶紧就拍啊，对吧？这个是不是你计划的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也好，作为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你就忍不住啊，对吧？那我就把这个给大家也放一下吧。你看这个镜头的切换呢，和音乐的配合，对吧？哎，你4K 就有这个好处啊。手机本身就有那个长焦镜头啊，就有长焦镜头。不是，你这不是3个镜头吗？一个是1倍的，一个3倍的。你用3倍，你有5倍的更好了。是吗？其实你放大了以后，质量还是差一点，因为你手机嘛，要是相机的话就好一些。音乐配得非常好。你看啊。这个音乐对这个情绪的渲染呢，你看这起的作用相当大，对吧？所以你找音乐，你做这个片子估计可能花1个小时，你做这个片子花1个小时，但是你找音乐，你估计可能2个小时都有可能啊。然后你在下面做的时候，你就根据那个音乐去做，再去根据那个音乐去做，从头到尾都是手机拍的。一点不影响它的这个感染力，它的这个渲染的效果，啊，我也可以放大荧幕放，对吧？都没有问题。那会长，你音乐是你一般是先找好音乐呢，还是说一边先剪辑一边？我先找好音乐。先找好音乐。先找好音乐。
很多情况下是我把音乐找好了以后，当然我这个音乐用到哪一段，那个音乐用到哪一段，我有一个设想。你像这个的话呢，我里边用了2个音乐，中间不是那个蛋出了以后黑下来了以后，然后再出来的时候是第2段了嘛？第2段是烧过以后了，就说是那个房子已经没有火没有烟了，人都已经进去了，这烧过以后的了，对吧？那个音乐就换掉了，就不是以前面的那个音乐了，这是另外一个音乐了。这2段是用的是不同的音乐。你不管用什么音乐，我一般的话就是先把音乐拉到那个时间线上去，然后再根据那个去剪，对吧？某个地方一个鼓点，或者是某一个地方一个高潮，某一个地方又怎么样，对吧？你这个画面要和它配合起来，要和它配合起来。你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离得有多远？你是用了3倍焦距、5倍焦距，还是走得很近呢？最后有的是远的，有的是近的，站在你家门口。没有，我就走动的。我要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谁也拦不住我。虽然我就在想，我这个视频，人家在救活人，人家让你这样拍放在那里。只要你不影响他工作，他一般不管你。但是你离他太近了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会要说，哎，你。我们再来看一个什么？再来看一个那个游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刚，欢迎来到奥华家园。今天我们在布里斯班为大家介绍劳动节大游行的盛况。好，我为什么要这个开场呢？因为这个工人运动啊，它一谈到工人运动，就是马上就想到它的历史，都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你一想到历史，你就最好表现的就是黑白，对吧？然后用老胶片的这种形式把它这种开场，对吧？那么你有老胶片，你还得老声音啊，对吧？那我的声音也很老。雄厚的男主。然后我就模仿那个当时的那个 radio 也好，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这样一个开场，对吧？当你从黑白到彩色的时候，这个过渡的时候的话呢，你会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感觉，好像从某一个东西里面走出来的一个感觉。这个东西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很长。那我为什么后来保留了这么长呢？我当时拍的时候，我的设想就是把观众带到他们面前去，也就是非常亲切的一种接触，你知道吧？就是说，你的脸顶到他的脸了，你逃都逃不掉，对吧？那我为什么保留了这么长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他会有一个不叫猎奇吧，就是想看一看的这么一个心理，对吧？所以稍微长一点的话，他也能接受。所以呢，你做片子的时候啊，这一点也很重要。你看你剪片子的时候，你每一个镜头啊都不能太长。刚才那个基本上是属于一镜到底的那种形式。我并没有从大场面开始。一般来说，你要表现一个什么东西，都是从全景开始。全景、中景、近景这样推过去，对吧？一步一步的。那我一上来我没有用全景，我就用这个近景，但是呢，我是走动的，我在里边走，不断的走，对吧？让你看里边所有的参加这个运动的这些人，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工人阶级5大3粗，对吧？把这些东西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你的面前。下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集会。
celebrating 100. Celebrate， 这是就声音先进来了。Celebrate， 对吧？然后 110 years today. 看见没有 Today is May Day. It's a celebration of all the struggle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last 12 months, and for us, all the struggles we've had over the last 110 years. 他在那地方演讲嘛，讲完了以后，大家哇鼓掌，完了以后，我就把他抓过来，就让他讲几句，他就讲了几句，对吧？这个时候的话，你有全景，有这个机会，然后又有讲话人他自己在给你讲，那么这个的话就比较完整了。然后下面这些就属于花边性质的东西了。在澳大利亚，各州劳动节的日期各不相同。在昆士兰州，法律规定每年5月的第1个星期一为劳动节。每年的劳动节，各大工会都会组织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劳动者的贡献，展示工会的力量，这日益壮大。比如说到这儿了，对吧？现在我在旁白后面有音乐，你听啊。澳大利亚的工会运动始于19世纪，那时工人普遍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1856年，墨尔本的建筑工人率先发起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这是全球工运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如今，全球广泛采用的8小时工作制，正是起源于那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澳洲的工人组织日益壮大，推动了工资保障、假期制度和职业安全等一系列立法改革。大家听出来没有？后边的音乐慢慢的没了。本来我的那个旁白后边是有音乐的，但是呢，那个到了这个地方呢，我就故意把那个音乐就没了，就光剩下旁白了。那我是有用意的。等一系列立法改革。是什么意图呢？就是给这个场面腾出空间，声音静下来，显得他们的口号更响亮，知道吧？就是这个用意啊。就是说你剪辑的话，它的思路啊，这就是体现在这些地方。1891年，好，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声音桥嘛？好，刚才镜头换到这个镜头。声音其实没变，声音是连贯的。Union Power, Union Power 是前面一个镜头的声音，把它一直就是留下来，放到这个镜头上面来了，就把这2个镜头接起来了嘛。实际上这个镜头它有它自己的声音，不同的声音，那我这声音就不想让它换来换去，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连贯起来了。听这个音乐听出来没有？共产主义音乐出来了。那澳洲有共产党的 party。啊，这不是你看。我说很多人并不知道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存在。该党成立于1920年，曾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共产党逐渐式微。尽管与工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共产党在今天澳洲政坛中影响力几乎为0。大家看这个音乐的用啊，这个音乐其实是先进来了，就这个镜头还没有完就进来了，但是呢，它在音乐变换的时候，我切到下一个镜头，大家注意看。嘣嘣，这个旗子招展出来了，是吧？我再给你放一下，影响力几乎为0。在今天的澳大利亚，政治制度日益成熟，民主机制健全。劳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广泛的保障，这些进步正是一代代工人团结奋斗与牺牲换来的成果。劳动节的大游行不仅是庆祝，更是提醒大家，每一项权益都是斗争的结果，
每一次进步都是团结的力量。不论是火车司机、护士、教师，还是建筑工人，他们的身影汇聚到一起，昭示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镜头，有一派的专门作为收尾的一个镜头。尊重劳动，维护公平。所以你看啊，就是说你作为一般的观众，他看就是这样看下去，他不会去想到这些东西或者去分析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的话，我们必须得了解，就是说你在制作的过程中间，你得要有一些想法，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文案是你自己写的吗？啊，文案是我跟那个 AI 一起写的。真不错，就是写的文案不容易，现在我都不愿意写。所以我现在写文章啊，我最后得要注意一下含碳量70%。碳就是碳基生命就是人嘛，硅基生命就是 AI 嘛，对吧？含碳量70%，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用。实际上，你让他帮你把这个东西写好，可以把它弄为秘书，把那小本子给你写出来。对，秘书这个就说得非常好。那些首长讲话的话，他不都是秘书写的吗？对不对？一样的。我们这个 indie filmmaker 这个内容制作啊，叫 sky's the limit。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任何限制，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咱们看看那个饺子啊。猫是真的，猫是真的，声音是假的。那个有那个声音和没那个声音效果就不一样了。你看啊，前面那一段是完全你自由发挥，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为什么要搞那一套呢？搞那个东西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和他那个场景配合起来，对吧？他是个军迷，老聂他是个军迷。另一方面的话，你看啊，我在拍前面这一段夸张的战斗场景，这个色调啊，你看见没有？是偏暗、偏蓝，对吧？这个偏阴暗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叫什么 B-roll。当时到了那个场景以后，你拍人当然是肯定要拍，但是这些东西的话，你把它拍下来都可以用得上啊，对吧？渲染这个气氛呢。这是那个战场上的总司令，是不是很有气魄啊？对，有那个阎锡山的感觉。啊，但是你这个色彩，你看和那整个这个气氛呢，那个战场气氛配合起来。劈柴的这个声音，加的是音效，那是不是就自然多了，对吧？好，现在就是那个黑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就，哎，音乐也不一样了，对吧？对不对？音乐也不一样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明暗关系也不一样了，色彩也不一样了，音乐也不一样了，对吧？这是尚文那一天是第一次在我们协会亮相，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闪亮登场。好，你既然拍了尚文拍火的镜头，那么下一个镜头很自然，你就必须得把火放出来。
明白吧？哎，这就是叫蒙太奇。虽然你蒙太奇往往就2个镜头或者3个镜头，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把它连贯起来了。啊，一个大镜头，然后一个特写镜头，对吧？又换音乐了，注意到没有？又换音乐了。这时候就是欢快的过年的那个气氛。然后你从那个战场慢慢的过来的话，这个气氛是慢慢引导过来的。这是作秀的，这是尚文导演的，然后让他作秀。他当时他就没批嘛，他就。40年没批过柴了。但是那一斧头下去，再加上那个音效，对吧？好像真劈了一样，对吧？好像是真劈了一样。这个水也是加进去的音效，确实的确很重要。包饺子的特写，看见没有？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啊，要注意拍这些镜头。就像你菜市场买东西，你买的素材多的话，你回来就好用嘛，对吧？好，这也是一个小蒙太奇，就是刚才你看田医生拿着这个拍摄，这么接下来就是被拍的人，被拍的人，而且还加了一个咔嚓一下的音效，对吧？嗯。你看我当时拍这些镜头，我做片子啊，往往就是说80%、90%的素材都用上了。你像你电视台拍的话，它可能也就用个10%、5%就了不起了，就是大量的都不要的。但我们就利用的比较多了，因为你不用的话，你就没东西拍，没东西用了。这是尚文导演的。加上那个沂蒙山的音乐，好像给那个什么红军熬鸡汤是吧？好，这个音乐换过来以后，因为这个音乐的话比较适合慢镜头嘛，我把这个镜头也都放慢了。然后是老曹，一段一段的，就是讲这个故事嘛。然后就是，这一段也蛮好玩的。镜头的配合，对吧？你看啊，吹得不错。老兵是向来能吹的，对吧？你拍他吹，还得要拍这些观众，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互动嘛，对吧？好，后边这个收尾也是尚文导演的。对。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这边感觉，今天解释之后特别有感觉。我跟你说啊，看手机没有这个感觉。对，手机看东西没有感觉。就是我吹的呀，我吹的呀。没有，不是他吹的，是配的音效。我这个人一般不说假话，如果不说的话，不要太。现在有这个功能，但是你不需要，你就听，你把那个音频呢，把它拉宽一点，你能看到它那个波形嘛？哪个地方有节奏，哪个地方怎么样，你能看得出来啊？能看得出来。我们初学者容易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拍的镜头啊，最高评价。他被自己的音乐感动了。那我就来这。他说老兵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你被感动了？因为拍得好啊。拍得好，我今天完整的看，而且这么大，哎呦我的去年前年年底才学的这个东西，但我有敌人的基础，学的就电子版的嘛，跟着学。就是我刚才想说啥来着？就是说我们初学者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不要怕这个浪费你的素材。其实你只需要某一个镜头，你只需要里边的一点点，你并不需要那么长。你觉得好像这都是你的孩子，都挺可爱的，实际上你拿给别人看的时候，人家没有那么耐心看那么多的。你必须得要有节奏，这个故事要把它要有节奏把它讲出来，是吧？